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中国正在召开1年1度的两会，我觉得有很多值得讨论和分析的看点。不过我想等到两会彻底闭幕后再来梳理。昨天看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编制精简5%这则消息，我就想和大家谈一谈当代中国社会考公的风气，顺便聊一聊职业规划的问题。最近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宣布，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简，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根据国内流行的官方解读，精简编制并不意味着要裁员，而只是将编制名额收回，用于加强当局新成立的一些机构。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有着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要求，因此需要把其他中央部门的编制减一部分，为新成立的科学技术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让出余地，拆东墙补西墙，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中央部门制定了5%的精简比例，这也是向下层政府发布了信号。具体到地方的精简和裁撤比例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总的来说，这次精简代表着一种趋势，那就是缩减编制会成为一种长期行为，目的是减少行政费用的支出，也就是所谓的过紧日子。这也意味着考公务员这条路将会越来越难走。考公的热度逐渐攀升，代表着中国社会心态的一种转变。据报道，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212万人，较2021年的157.6万人增长了约35%，而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总人数则更是突破250万，再次创下纪录。根据财经旗下某杂志的一篇报道，2021年全国公务员考试中，国考与省考的报名总数接近668万人，公务员报名年龄限制在18到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约为3亿，以此推算，大约45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人报考公务员。越来越多的名校大学生想要挤进体制。以北京大学为例，2019年北大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822名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17.08% 流向了党政机关，其中包括了本科就业毕业生中的 26.79%， 硕士的 20.81% 和博士的 7.13%， 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本科 8.21%， 硕士 10.97%， 博士 5.31%。可以说，6年过去，流向党政机关的毕业生比例有着大幅度的增加。考公热的逐渐升温，其实反映了政府权力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状态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在不断加剧。习近平政府上台10年来，在经济领域以监管为名，对民营企业重拳出击，结果是从互联网、科技、金融，再到游戏、教培等等行业都受到重创。在外交上，习政府对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奉行战狼外交，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越走越近，这加剧了发达国家转移供应链的步伐，使中国出口经济雪上加霜。各种内外因素的加成，使得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于35岁即失业、996加班和各种内卷的恐惧，使得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加入体制。这与10年前或者20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是相当多人认为体制工作过于保守，收入还低。如今越来越多人却发现，体制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的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公务员及事业编人员在当地也属于高收入群体。例如深圳的一些中学曾大规模招聘高学历毕业生，毕业生入职可拿到20到30万人民币的年薪，还打出了有钱有闲有尊严的口号。这与深圳市财政状况有着直接关系。而在长达3年的防疫中，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大大加深，不可预测的封城导致整个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大量民营企业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尽管不少地区的体制内人员待遇有所下降，但相比一个地区的其他行业和产业来说，财政供养人员的生活仍然是最有稳定性的。因此3年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对体制的追捧和崇拜。当然，这里要明白的是，所谓体制内的铁饭碗也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并不等于真正的稳定。因为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是不稳定的，这个长期其实用不了太久。体制的职业优势，
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中心的社会，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政府信用几乎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担保者，而各级地方政府的信用又是以中央政府为担保的。中央政府掌握了最终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权力，对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契约担负最终责任。这样的社会其实相当脆弱。中国的政府之所以能有信用，能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铁饭碗，并非因为中国的体制比其他行业更加优秀，效率更高，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权力的全能性，即中国政府通过对金融、土地和产业上游的垄断，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回挪腾，将财务风险和负担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和分散给其他国民。因为中国政府并不受宪法等社会契约的制约，这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裁量权，也给体制内人员以虚幻的安全感，但也极易因为不受制约，感受不到负反馈，从而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到黑，结果是使危机以更快速也更加悄无声息的方式到来。一旦政府的财政和信用被透支完毕，那么整个社会就缺乏任何缓冲空间来解决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走向覆灭也是类似的道理。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裁撤驿站编制，导致了2万亿族失业，其中就包括后来推翻明朝的李自成。明朝驿站的重要性很大，它不仅传递邮政和军事情报，对于王朝的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崇祯皇帝并非不清楚这一点，然而在帝国的各种危机逐渐爆发，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也顾不上这些。裁撤驿站所节省下来的费用并未用来减轻民众的负担，而是充作军费。这也说明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时，政府会优先巩固体制内核心人员的利益，比如军队等暴力机关，而大部分重要性不够强的公务员就会成为裁撤的对象。所以铁饭碗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可疑的。历朝历代都有旨在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裁撤和降薪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当下的中国政府。比如前面提到的深圳教师的高收入，在2022年据说遭遇了断崖式降薪，许多教师反映自己的年收入将缩水8到10万，甚至腰斩。当初这些名校毕业的教师们冲着高收入和编制来到深圳，没想到短短几年就大幅降低，因此有强烈的被欺骗感。深圳如此，对于许多早就债台高筑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来说，就更是如此。尤其是在过去3年中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城市，公职人员不仅面临欠薪和停薪的风险，还要额外负担防疫的义务。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2个方面，那就是公务员本身受到的隐形约束。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科层体制，它一方面有不作为和互相推诿踢皮球的一面，也有乱作为和一刀切的一面。为了确保中央政府的政策落实，上级政府会通过专项整治、督察督办等方式向下级政府传递政治压力，每一层级都会将政治压力放大，越是靠近基层，公务员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是所谓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由于公务员与党政机关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虽然劳动法在中国本身没有太大作用，但公务员的加班是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的，上级领导可以以缺乏大局意识、不讲政治立场等理由上纲上线。因此，与公务员职业稳定性相对应的是，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严重，自由度更低，这反映在政府对公务员乃至其家属更强的控制和束缚。例如在疫情期间，一些地方政府都要求党政机关公务员发挥带头作用，主动接种新冠疫苗，并要求3代以内的亲属也要接种。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未接种疫苗者一律停发工资，停止上班。因为接种疫苗是政治任务，而这样的政治任务隔3差5就会产生。由于这些政治任务大多是繁琐、无聊、无意义、愚蠢的，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人精神的消耗是很严重的。很多人可能大大高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心理承受力，以为只要工资能稳定发放，自己就能拥有快乐平静的人生。但有研究表明，公务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
职业倦怠包括3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低成就感。在调查中，40.8%的被试是低倦怠型，30.2%的被试是低成就感型，而15%的被视为情感衰竭。另一项来自北京大学的针对未成年人自杀的研究显示，在自杀的青少年中，出身教师、公务员和医护家庭的比例最高。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量不够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原生家庭存在的问题。以后我也会继续做视频讨论这个话题。另外，公务员群体在精神上受到的约束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规范和党的纪律都规定，公务员的一切言论，包括网络动态，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比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做到2个维护，也就是自觉与一尊的思想保持统一。虽然说在中国没有人能公开反对党中央，但对于公职人员的言行约束明显要比一般人高得多。公职人员发表与政府立场不一致的言论，如果发现并被举报，代价是很严重的。这当然会引起一个人在思想上更彻底的自我审查。再比如，许多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都要求上缴护照或出境证件，这种明显侵犯权利的行为，在现行的党纪国法下却是完全合法的。因此，当一个人习惯性做出了服从的行为，他的思想也会自动说服这一切是合理的，即使心里对党的政策有所怀疑，觉得这不正常，但一想到说出来后很可能无人理解，甚至还可能被举报，会丧失了自己现有的一切，就会自动屏蔽掉那些怀疑，听从官方的宣传，接受官方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在思想上与真实世界的状态越来越远。即使私下里对中国官方的宣传有所不满，但光有不满的情绪，离清晰思考仍然相差很远，因此也无法提出能够切实改变生活的有意义的方案。这种心智资源的受损，在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才是最大的损失。之所以说这个时代是加速变化的时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发展条件正在丧失，旧有的社会契约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在过去行之有效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逐渐攀升的状态。正如习近平在上个月的20届二中全会所说，中国正在迎接风高浪及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只能更加的依赖自己的心智资源，具体来说，就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搜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道德思辨能力。当然，这些能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重要的，但在一个谎言和失范越来越多的状态下，积累上述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这些能力与编制的距离恰好是比较遥远的。关于编制和职业发展的话题还有许多可说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